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就不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这种废话了。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iQOO 这边刚刚发布的 Z5 这台机器。本来这台机器没在我们的视频序列里边，但是我们测完了之后，感觉这机器有个点还有点意思。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推屏。我们前期测试的这是一个蓝色的版本，官方名称叫蓝色起源。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其他颜色给大家做一个简单小开箱非常不环保的包装盒。充电器、数据线充电方面是最高44瓦这台的官方名称我还不知道反正它就是一个渐变色如果光打上去的话呢，这个顶部有一点点那种橙色的感觉，然后下边呢又有一点蓝色，反正就是这两种颜色渐变吧。这种竖条的纹理呢，其实之前在 iQOO 系列的机型上也出现过。处理器方面采用的是778G 满血版 LPDDR5 以及满血版的 UFS 3.1这套753之前是853，这套叫753这个 UFS 3.1呢是这个满血的版本，机器是6.67寸的 LCD 的一块屏幕这个屏幕素质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呢，挖孔的这个部分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 LCD 屏嘛，它有这个天然的，比如说暗角或者说挖孔有地方偏暗的这个问题。这个正面的挖孔体积不大而且没有暗角。这台渐变色表现要更好，就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整个的这个手机一上手的感觉，第一就是比较轻6.67寸其实不算小了，但是它只有193克的这个重量。原因是什么就是都是塑料的这个贝壳呢是塑料的，中框呢它也是塑料的，保留了极为先进3.5的这个耳机孔。之前 iQOO 采用的这个云阶设计是把这个比如说装饰的这个元素呢放在下边，但是它现在给放到了右边。X70的发布会上讲过，这个叫钉部是古代的一种园林设计的就是一种台阶。镜头模组方面呢，凸起不是特别多我们给一个特写，它是6400万的 GW3。样张方面呢，前期我们也拍了一些，它是有这个800万的广角，还有一个200万的战术镜头。前置这颗挖孔呢是1600万像素的一个前置。整个这个前面板呢，采用的是一个3边不等宽的一个设计，就是额头是一个尺寸，两侧稍微的窄一些，然后下巴稍微宽一点。屏幕与中框之间呢，还是有一个塑料支架的。这个 iQOO 感觉这个旗舰机现在做的是非常好了，希望后面能把这个塑料支架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往下放一放下边也都给取消掉。本期就是一个快速体验，比较重要的呢就是它的续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数据。跑分方面 ，iQOO Z5 778G 处理器一路透综合跑分56万加 ，Geekbench 5和 3D Mark 正常水平比较意外的是 ，Z5 的这颗778G 配合上了 UFS 3.1，持续读取1541兆每秒，持续写入1239兆每秒，还算是比较良心了。毕竟目前其他家的778G 基本都只给到了 UFS 2.2。充电方面，44瓦有线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30分钟69%，57分钟前台显示100%，涓流充电7分钟，最后完全充满64分钟。续航方面，120赫兹的模式下，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 ，Z5 剩余了69%的电量，表现不错以1%领先刚霸榜的这个 iPhone 13 Pro Max。在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上，剩余了33%的电量，就位列第2名了。虽然不敌 iPhone， 但这个续航成绩就是小白测评数据库这个模型下面5G 安卓手机第1名了。数据库标准的发热上，1小时和平精锐这家高清加极限60帧 ，Z5 机身最高42.9摄氏度表现不错。帧率方面，破解流畅加90帧 ，Z5 整局89.7帧波动仅0.4帧，非常稳定而且功耗也非常低，778G 嘛，整局平均控制在4.25瓦，仅次于麒麟9000。整体数据上来看 ，iQOO Z5 778G 这个性能方面呢，终端处理器嘛肯定是略弱的，没有那么强，但日常使用王者吃鸡是没啥压力的。而且这颗处理器的功耗和发热呢控制的还不错，3小时模型续航第1，5小时续航第2名。但塑料机身的设计影响手感，如果你想玩原神、光明山脉这种大型网游的话呢，还得上大旗舰。但如果你在意5G 续航的话呢，可以看一看这台机。OK， 中肯的讲，比较适合对性能要求不高，但是对续航比较在意的用户。778G 配合上满血 LPDDR5 UFS 3.1在这个价位段里边是比较少见的了这个价位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或者说刚上大学的学生、刚入职的年轻人，预算都不是太多，需求比较均衡没有特别专一的这个要求这台手机还是 OK 的。
确实啊，这个一个终端的一个处理器配合上一个大电池，在续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啊。不过在其他比如说这个影像方面呢，或者说是极限的这个性能方面呢，这个就是你需要考量的点了。这台机整个的软硬件，其实在产业链里面都算是非常成熟的一套东西了。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就是一个快速体验。OK， 还是那句话，明确自己的地域需求点，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产品。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